小刀，你坚持住！小三，坚持住！你坚持住！厉害！我这。乔丹，一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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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情况？一涵怎么样啊？老杜，回火了，回火了！过来救人了！找到了，一涵还活着。来，把手给我！一涵，哎，慢点儿，老韩，哎，你慢点，能听懂慢点不？尿了，尿裤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大爷！哎，老韩，我错了，小爸爸，你等着，你下回受伤的时候啊，看我弄不弄你？啊！错了，哥，大哥。干嘛去啊？小丹，小丹，师傅，我没睡着。这是咱们重点的保护对象，对不对？你师傅的师傅，你师爷抽调出这么一个宝贵的警力，耗在这儿，为什么？你不把人给我看好了？对不起，师傅。行了，你别说他了，我出去有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干嘛去？我想去看看大罗。你看看你这个头发啊，这乱的跟个贼似的。大罗愿意看着你这样。坐下，把头发剪了。啊，起开。来，坐。怎么着？还不信任我手艺了？哎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从小这头不都我给你剃的吗？要不我念警校啊？那剃的比我剃的好啊！师傅，我确实比你剃的好。你剃吧。糖拿着啊！哎呦我，不是，我平常吃饭不应时啊，低血糖了啊！来，小豆，谢谢师傅。谢什么谢？怎么样啊？这段时间跟古琳娜有联系吗？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，问我伤怎么样。你回不回啊？
关你啥事儿？你说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小子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现在是汉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兼2大队队长啊！你小子现在归我管，你跟古琳娜联系，你就得向我汇报。管你什么长？这是我私事儿。这是私事吗？她是古木兰的女儿啊，是我们24小时全天候监控的对象，知道吗？你给她回没回啊？让乔丹用医院电话回了个，道了声谢。乔丹，你小子可以啊，除了工作之余，干了不少事儿啊。师傅，古琳娜不是主动投过案？对，人家都主动投过案了，还这么多次帮助过我们。再说，也是靠人家才救了我一命，帮你们争取逃离了炸点的时间，这还不清楚吗？你喜欢他？谈不上。知不知道吊桥效应？小戴，给他背背吊桥效应，提醒他。当一个人提心吊胆过吊桥的时候，心跳会不由自主地加速。碰巧碰到一个性格跟性别完全合适的人，会错把这种由危险引发的心跳误认为是心动，从而产生情愫。偶尔，你们俩一起吸过煤气，在极端的情境下互相扶助，他就容易出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跟煤气无关，跟狼舍的事情也无关。汉美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错。那你这还是一见钟情啊？腰细腿长，我好色，行不行？不会是你们俩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们顶多也就算朋友。年轻人家谁知道那顺序有时候乱七八糟的，不像我们啊，我们交朋友，那都是从深情的拉手开始。程队长，请你不要用你们中年人有色眼镜看待我们年轻人的感情观，行吗？咳什么咳？咳什么咳？吃草卡着了？把草吐出来，我给你接着。周一汉，我现在作为你的直属领导啊，我后边说的话，那就是命令。阿库被羁押了3个月，他把责任都推在了老金身上。为了不惊动周记，我们放了阿库，并安排警力对他们做了密切的监视。果然发现了古木兰的线索，为一网打尽，彻底铲除，暂时还没有收网。古琳娜的父亲古木兰是我们的主要目标，他的姐夫周记也已经被我们锁定了。基于古琳娜和这2位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关系，我们要对古琳娜进行监控和调查。即使她是清白的啊，即使我们在她身上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，但是我们不排除这2位犯罪嫌疑人拿古琳娜来对付你，来拉拢你，把她当作糖衣炮弹打给你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处理？你得把这糖衣炮弹好好的留下啊，在他身上找找有没有突破案件的突破口。但是你一定记住，他不是什么糖衣，他就是个炮弹。陈队长，我上一阶段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帮助过我的人道一声谢，怎么了？如果台局因为穆少白身上有疑点，阻止你跟穆姐姐来往，你怎么办？人家那是正经医院的有证的医生，对不对？人家合法纳税的，跟你这个事儿有关系吗？穆氏医院的点你查怎么样了？我正查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能干的事儿，不代表你也能干。双标！双标怎么了？古琳娜的事情已经过去5个月了，你能保证古琳娜她就不变吗？你要抓就抓。周记5个月你怎么不动啊？周记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大事儿啊都撇在老枪的身上了，你现在怎么抓他？他根本就不怕咱们。不是他撇什么他？大陆就死在他手里，我当时就在现场呢。停会儿。我跟你说啊，06年、14年，
我们2次围捕古木兰，准备了万全之策，但怎么样呢？还是让他跑。为什么？因为时机选错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去抓周记，很简单。为什么不抓？就因为如果现在又操之过急了，让古木兰又跑了怎么办？5个月了，该跑早跑。周记是我们突破案件的唯一的希望，我们现在得抓住这条线索，不能松也不能紧，这也是唯一找到你母亲的线索。不是要看大洛去吗？我开车，咱俩一块儿去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我，单小飞。你还真没死啊？你不也没死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听说你是警察呀？有没有兴趣？咱俩合作呀？你弄错了吧？我的任务是抓你，不是和你合作。你不是在找妈妈吗？怎么了？你妈还活着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样啊，你们的目标是古木兰，我的也是。你们想搞死她，我也想。你想找七姑，我可以帮忙。怎么样？买1送1，亏吧？要不要先来聊聊？在哪儿？听说你住在3楼，对吧？顺着北边的窗户往下看，鹤壁24K08。小李，沙小飞露头了，同步消息锁定位置。快！段指在人民医院门口。看见了吗？你可以下来抓我。我立马认罪伏法，但我保证，追喊，再也别想见到你妈妈。我妈在谁手里？你觉得我现在会告诉你吗？沙小飞，楚一凡，连亲妈都不要了。你会后悔的。地点你定，我去找你。你可以不要你亲妈，我得去救我七姑。别再浪费机会了，等我消息。哎，段儿，你不用过来了。师傅，看看。太君，师傅，
陆一，你们的目标是古木兰，我的也是。你们想搞死他，我也想。你想找齐武，我可以帮忙。你可以下来抓我，我立马认罪伏法。但我保证，追寒，再也别想见到你妈妈。他说的七姑，就是林克同志，他还活着。我找季真的同志鉴定过，没动过手枪。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把视频发给我们，我们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。视频既然是沙小飞发来的，那我们的线索还要从沙家父子身上找。这个是从西湖大饭店搜出来的，你看一下。警察同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陆文天，也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罗强。你们现在能拿到这个视频，说明我应该是已经死了。可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想死在你们的手里。死亡，那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欲望。近30年来，我饱受失眠、躁郁以及情感障碍的折磨。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契机，等待着那根能压死我的绝命稻草。可惜啊，我现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手里。开永忠、郑凡，还有段庆，我知道抓住我、审判我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有些人已经为此劳苦半生了吧？今天我会给你们一个圆梦的机会。那首先呢，我先帮各位清点一下我儿子沙小飞的3宗罪。我的证词将会为你们的量刑和审判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和参考。第一宗，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可能是因为我的负罪感吧。收养沙小飞之后，我就有意识地让他远离我的生意，禁止他摸枪。可是他到了8岁的时候，开始不听话。有一天，偷偷地把我藏在枕头边上的枪给翻了出来，并且把它拆了。一个2年级的孩子，他可能还不知道他手里的家伙和玩具枪有什么区别呢。11岁，他5年级，对，5年级那一年，他写了一篇日记，是关于枪。老师看了以后，非常的害怕，批评了他，告诉他玩枪是违法的。他回家以后非常生气，跟我说：“爸爸，你犯法了。”哎，我犯法了。你们看，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法律意识。他是个天性善良的好孩子。啊，请大家翻到学生日记第2页。后来，老师拿着这篇日记报了警，害得我差点被抓。那天是我第一次对他动过手，下手很重。
但是他很长记性。18岁生日那天，我选择了2个礼物，让他来挑。一件是劳力士手表，一件是920手枪。这就跟抓阄一样，如果他选择了枪，那就说明他要上道了。但是他没有。我知道他不喜欢表，于是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不拿枪呢？你送我那把枪，弹夹侧面有个长条缺口，子弹太容易卡壳了。还有，枪口上挑很严重，胳膊再有劲儿也压不住，子弹满天飞。我不太喜欢那把枪。所以说，这孩子跟枪的缘分，还是老天注定的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他跟了我。他如果可以跟各位警官一样，上警察学校，我相信他一定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出色。后来我还是拿出了一把好枪，送给了他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身边比较危险，我是从他的安全考虑，强迫他收下了枪。这就是他的第一宗罪，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，非法持有枪支。第2宗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。请大家注意啊，这句话的谓语是参加，真正的组织领导者是我白一方和金生才。如果你们想找到新的证据来加重他的罪罚，我觉得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，因为你们能查到的都是我愿意让你们看到的，所以还是省省吧。第3宗是绑架罪，没错，就是你们经手的那个案子，被绑架的就是我本人。这是一份声明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我威逼利诱沙小飞绑架我本人的过程。你们应该有我的指纹吧？比对一下，确保无误才好。这件事在量刑上可能会有些难度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我这里还有一个 U 盘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本人犯下的所有罪行，以及威逼诱导未成年沙小飞犯罪的主要过程。最重要的是里边有一段录音，2012年的，没有剪辑。那段音频完整记录了17岁的沙小飞规劝我放弃非法生意、弃暗投明的过程。虽然我没有完全听他的，但在此后的3年里，我确实大幅缩减了我的生意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查一下2012到2015年间汉北兰川2地的案件记录，你们可以查一下枪案是不是减少了至少5成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都是沙小飞的功劳。我希望到时候量刑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。各位警官，如果沙小飞被捕，我希望我提供的这些客观事实，可以为他争取到一个公平的裁决。我相信天道轮回，也相信法网恢恢。我相信程序正义，更相信司法公正。还有，我不得不提醒各位，在沙小飞接受完法律的制裁之后，他很可能会重蹈旧业。最后，我想各位肯定很好奇，我的仓库地址到底在哪儿？
我已经死了，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现在已经基本摸清了，主管生意呢，的确就是沙飞、白一方和金生才3人。金生才现在下落不明，但是按照老程的性格，肯定不会把仓库交给他。我不知道他俩是不是在跟我演戏，但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主仓库是沙小飞活下去唯一的筹码。一旦他找到仓库，就可以和古木兰进行交易，即便没有，他也会空手套白狼。所以我必须回到沙小飞身边，才有更大的机会调出古木兰。沙小飞手里有仓库，那他就随时可以自己去找古木兰，他非拉着你一起去干嘛？他现在就是一光杆司令，手里头只有主仓库这一张牌，只要他敢靠近古木兰，他连活下去都很难。如果不顺着他的意思，那就调不到古木兰。可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去。不是我身体怎么了？沙小飞的电话，毕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。呀，你自己注意一下吧。你这次之所以能够活着回来，而且案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，你凭什么？靠运气。怎么就成了靠运气了呢？在之前的行动里，到处都是九死一生的套。你之所以没被套死，就是因为运气好。段震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，一涵是最有能力的。你说的没错啊，他之前格斗能力的确很强，但是现在呢，腿和腰都有枪伤，对吧？医生已经说了。哎，我知道，大腿肌腱断裂，且恢复后无法恢复正常，并且永远无法回到正常生活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是我认为，体力和格斗能力不是考核一个侦查员的核心标准。我在这个案子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，我参与之深超过了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再说，你们不是要找古木兰女儿吗？我熟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妈妈呢安慰你非常的担心，我同样我也很。陈队，现在不光是我妈了，还有大洛呢。你别跟我争！你现在首先身负重伤，其次，沙小飞还有古琳娜，他们都知道了你警察的身份。你作为一个侦查员，已经没有任何隐蔽性了。沙小飞和古琳娜是我们调出古木兰唯一的突破口。沙小飞来找我，古琳娜也算是我的朋友，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和他们两个建立起联系的人。朱一涵，你对古琳娜有私心吗？台局，我用我的警籍打保票，古琳娜是清白的。我们警察讲的是证据，不是自己的直觉跟义气。沙小飞还是有价值的，我们还是需要放长线嘛。太君，我了解沙小飞，他现在就算伏法，短时间内也不会开口。您看我能不能先接近他，靠近他，我再慢慢找机会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们警察是不会跟罪犯合作的。这不是合作，是侦查。有我，他就不会恨死了。你怎么保他？不是还有你们的吗？当你一个人身处险境的时候，你凭什么？凭你的格斗能力啊！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个状况，你连你都打不过。咱俩出去练练。乔丹，把他给我送回医院去。师傅，你先有劲儿。快去！一涵，朱一涵，你说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和沙小飞是名牌。不，你是所有人的名牌。沙小飞为了活命，他会随时的利用你，害你。你要是处理不当的话，不单单是害了你自己，还有你妈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捣碎西北狼犯罪集团的计划又再一次的宣告失败。在我们的侦查史上，没有先例说把自己的侦查员明着往狼窝里送啊，这违反侦查常识，知道吗？那我妈怎么办？
那就算你跟你妈取得了联系，你那点加密水平够用吗？你怎么不够用？我都能看懂。那我考考你。行。当初抓老枪的时候，只是因为4个字准备行动，那太简单了，太初级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这个你能认识多少？8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10个字，你认识8个字。如果说一条信息最重要的2个词你认不出来，你觉得还能完成这个任务吗？我手里那份没您手里那份完整。你不用解释。假如有一天你和你母亲建立了联系，恰恰最重要的那2个词你不认识，怎么沟通？让我得学去啊！你没有破译全文的技能，你是完不成任务。我可以现学。你临时抱佛脚不晚。太君，您给我1晚的时间，明早咱们见分晓，可以吗？好。明天早晨6点钟，我给你发篇文章。我上班以前，你把它交给我，前提是不能参照母本。没问题。这好吃。您多吃点这个。舅舅谷小文是谁啊？你爸爸家里的一门亲戚，他已经死了。很亲吗？他要是活着的话，你得叫他堂姐。舅舅，你答应过我，不会骗我的。你要不再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记错了？娜娜，咱们这儿就你姓谷的最多吗？我的堂姐和姐姐一天生日，生辰也一样。姐，双胞胎的生辰都未必一模一样吧？你是我亲姐，对吧？我们的爸爸在哪？娜娜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。爸爸他不来看你，并不代表着他不爱你。娜娜，舅舅心里面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、快乐、健康的生活。如果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事让你不快活，舅舅不会答应的。毕竟血浓于水，又有哪个孩子不想自己的爸爸呢？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他当年也是为了生活。可他犯罪了。他在哪？我要见他。他死了。舅舅，别再骗我了。14年抓捕的时候，他就死了。可他给我打过电话，就在5个月前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我的药。舅舅。对不起啊，舅舅。傻孩子，没事。本来啊，在你成年之后呢，我就应该把事情告诉你的。是舅舅不该瞒你这么长时间呢。你猜的没错，文丽
她就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姐姐。吴孝文是她的本名，她的妈妈叫周丽。92年逃亡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人没了以后，你姐姐就来到我们家，随了我的心，改了姓名。本来啊，我是打算在她名字里给她起人父我多点联想，就把她妈妈的丽加了个偏旁，放在她的名字里了。那我爸为什么把姐姐交给你啊？你爸爸是当年全西北最可怕、最可恨的人。公布了，西北狼集团是反枪制毒、非法倒卖文物，在边境线上为祸一时。西北狼集团核心是7个人，你爸爸就是他们其中的领头人。2014年，警方重创了西北狼，在事发之前，我劝过他，没用。娜娜，一个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作为长辈呢，我也没帮你维系好自己的完整的家。舅舅，对不起。那我妈妈，你不用怀疑，她跟那群人不一样。你妈妈是世界上最好、最善良的人。我妈，她是车祸去世的吗？06年8月21号是你的生日。那天呢，你们全家团聚。半夜11点，汉北、兰城、卡丽莎3地警方围捕你爸爸。你妈妈就是那天去世的。所以她也是被警察打死的。罪魁祸首是那群罪犯。我没事啊。任务特殊2点，你复查完以后，刘主任签字，你就可以出院归队了。2，归队以后，你跟乔丹做一次身体对抗练习，你来监督，秘密进行，不许阴私舞弊啊。只要你跟他打个平手，换装任务这事儿我可以考虑。是。太君，您这是考验我还考验一涵呢？考你俩。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。小丹，你要是连一个刚出院的都打不过，真可以申请调岗了。好好准备吧。我就别去了，我去了呀，这小子更来劲。你只要盯住了乔丹啊，别让乔丹放水。一涵这考核呀，他通不过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进了个电话啊。嗨，小婉，这中午饭还没到呢，开始包电饭粥啊？以前可没这待遇啊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我在白虎门喝胡辣汤，一起吗？现在吗？不行吗？行啊。你要是有别的急事就不用过来。没什么急事，我马上到啊。
可以了。胡辣汤来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儿子呢？先吃点东西吧，再忙也不能饿肚子。不是一涵，意思意思就得了，还真往死了打。你说我给你打个好歹，那师傅不把我给吃了？我跟你说，等会儿咱俩谁揍谁还不一定呢啊！你就别让着我。我可……师傅，你这一天天的怎么那么困呢？我这回真没睡着。我用给你拿个枕头吗？不用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开始吧。不等陈队了呀。他说怕看见你挨打，自己受不了就不过来了。咱们先开始啊。无限制格斗，输了呢，接着住院。我不喊停，不许停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开始。于涵，你就这点本事，你这样去找沙小飞，你去给他端尿盆吗？乔丹，他的脚不灵了，你对一个软脚虾客气什么呢？上啊！乔丹，你要是敢放水，那就是在坑啊！就拿你过来，真是。走。服了！起来！这要是真进了狼窝，那些人会对你们手下留情吗？闹呢！什么玩意？我陪你练练。服不服？不服！电话，我师傅。喂，道儿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？这腿都软着呢。如果过半个小时之后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来一趟白虎门的胡辣汤啊。白虎门，什么情况啊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。这是你的出院报告，你先拿着回去报道。今天考核不算啊，等我们回来再说。走。小婉，沙小飞，我是来自首的，别紧张。段志，什么情况？电话也没接，估计是出事了。小丹，你到了交警队以后呢，把这监控往前倒，
让兄弟们也费点心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。明白。上车。小婉，你没事吧？小野在他手上。不好意思，想跟您单独聊聊，所以使了点花招。让他走。穆小姐，咱们说好的，私人聊天，报警后果自负。小婉，你先回家啊，这儿的事儿我来处理，孩子会安全的，你放心。走啊！走啊！孩子在哪儿？程队长，绑架是重罪，我绝对不想在自己身上再揽这么一档子破事儿。咱们聊得开心，孩子平安无恙，我认罪伏法。那要是不开心呢？您觉得呢？你觉得你逃得掉吗？程队长，孩子毕竟在我手上，你觉得我会怕你吗？我看过你的档案，你是个游戏高手，你觉得你能藏到最后吗？我为什么要藏到最后？私吞枪火，想要自立门户，要搁在古代叫谋反，那是要杀头的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是拿枪的，我是做药的，你瞧不上我，这很正常。但是你不能欺负我。13年的除夕，你当着我闺女的面扇了我一大耳光子。说句实话，弟弟我记仇了。看来还是打你打轻了。头2年吧，你手下的生意好，我正眼都不敢瞧你。可是有个道理，你应该明白。功高盖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王朝的崛起没有不死的功臣。没想到，没等老谷动手，你却自己给自己挖坑埋了。可惜呀。谁通知的老谷？七妹。心嘛，漂亮的女人都会说谎啊。没想到你和我一样，都选择相信他。我可从来没跟他泄露过我要干什么。老七那可是个精灵啊，你只要稍微动一下，他就能闻出你想干什么。打头一眼见着他，我就想睡他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连个指头都没敢动。
刁钻而又美丽，深不可测。我对付不了他，你也对付不了他，老古把持也不行。老四，你跟我鱼死网破不值当吧？而且你最好把你的人撤了，否则可能会发生我们都承担不起的后果。你知道我这个人唯一扛不住的就是女人的眼泪，但是今天这儿没有女人。妮妮在我那儿。三哥，你我之间是你我之间的事儿，祸不及孩子吧？小飞应该也在你的地下室吧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一定会把小飞给放了，但是你今天真的走不了。你不会不知道，小飞不是我亲生的吧？停车！放心，妮妮会没事的。我知道。你不就想踩着你的家人和队友们独享天命圈吗？您理解错了，我现在没有家人，也没有队友。这样吧，咱们俩把枪都放下，我跟你好好谈。你看这样多好。我接个电话。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的谈谈。你说你这么做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楚一涵。要他干什么？陈队长，你现在应该解决的是，让他在20分钟之内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时间不等人，不要考验年轻人的耐心，很危险。沙小飞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狼狈，需要一个人保护你，但是他不是最好的人选。如果说你想让他来给你做人质，作为你跟古木兰的谈判筹码，那我们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要楚一涵。作为回报，我可以让楚一涵还有林科一起平安的回来。我为什么要信你呢？因为只有我知道我七姑在哪儿。好吧，我再加一个筹码。裴银，在你们的结案档案里面，他应该已经死了5年了吧？裴银的现在在哪？我可以把他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你这么做图什么呀？张队长，你调查过我，那应该了解我。如果您不想好好谈，就把我铐走，
咱们一起完蛋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冷静点啊！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。那就打电话给楚一涵，告诉他我在这儿等他。我没有这个权利。师哥，师哥，你们这些后爹，不是亲生的就不心疼是不是？哎，这人不是我叫来的，我现在让他走好吗？文清，你赶紧离开这儿，能走多远走多远啊！小婉的孩子在他手上呢，我正跟他谈着呢。走。穆小野在他们手里，马上调取楼兰小学周边的监控，什么都不要放过。是。你们2大队马上出发搜寻人质，无论如何要把人质带回来。是。这样，我把我自己铐起来，这样我就对你没有任何威胁了，好吗？我的枪也在这儿，我不会伤害到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绑我走。我要楚一涵，你先冷静点好吗？我可以绕过我的上级，帮你找到楚一涵，甚至我可以放他走，但是前提是，你要把小野和林克的线索都交给我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哪怕我死，我也不会不管他们的。如果你告诉我这条线索，陈队长，那就是你的立功表现。告诉你也没有用的好吗？你现在能够自首，我会尽量帮着你减刑。别他妈给我废话！陆文天给过我一些资料，我知道你的童年，家里边的变故，还有你所有的经历。说心里话，我很同情，也很怜悯。我研究过你的档案，你的罪行并不重，只要你好好表现。用不了几年的时间，你就能够回归社会，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我很想知道，我哪儿不正常？这是你的一次机会，你自首啊！我一定帮你争取一个公正的判决。我亲爹被杀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陆文天把我拐走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一个人被绑在地下室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你现在劝我从良？慢点的吧。你父亲的案子，当年就平反，公安局局长李局长一直想方设法给抚恤金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直系亲属。当然，当时你被陆文天带走了，但是后来一任……闭嘴！让楚一涵来。少飞，不就找我吗？我跟你走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命令你离开。说，我妈的线索在他手里，我没得选。你给我滚呐！滚！把一刀释放下。还有个更猛的，要不要试试？文清，这有炸弹，请拆弹专家。楚一涵，他们派你去做卧底，你偷偷摸摸的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是死是活他们也顾不上你。说实话，我都替你觉得委屈。今天咱们就改个游戏规则，他跟我走，我替他做掩护。你们要跟他联系，我不拦着。你们要抓周记、裴莹、古木兰，我可以帮忙。怎么样？我做饵，他做线，少了一个，也调不出来古木兰。别误会，陈队长，我不是你们的线人，只是互相利用而已。我的诉求就这么简单。段清，拆弹专家已经动身了，你尽快锁定炸弹的位置。
锁定这个号码，经理。是。太君，号码在汉美新区朱缺了中断。段晴，孩子回来以后，你让楚一涵跟他走。为什么呀，师傅？这是命令。就是。孩子在哪儿？炸弹在哪儿？楼兰球场。小朋友不听话，逃课，去那儿打篮球去了。段晴，孩子在楼兰球场，有炸弹。交给我。程毅，放这儿了。但是不管我按不按他，到了时间炸弹一样会炸。程队长，抓紧时间。走了。你涵，你这是在犯法！我这全部放下！哎，小朋友们，先不打了，叔带你们去买冰淇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快，快走，快！快停！有炸弹快撤！快撤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听说过配音吗？裴老四。你现在跟他混？话说的，那叫合作，各取所需。哦，对了，他手底下有叫大唐的人，小一点，手比你还黑。他妈穷的叮当响。他跟你合作什么呀？套话啊！我还实话告诉你，我手里有个军火库，抓我呀！抓了我，可就再也见不到妈妈喽。我妈在裴英手里。脑子快，是个做卧底的料子。哎，对了，身上没带什么不该带的小零件吧？我劝你啊，要是带了，赶紧顺畅扔出去，让裴英发现了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有你救。之前看球了吗？季后赛挺精彩的。科比退役之后就没看过。哟，科密啊，不像吗？难打，敢打，81分。怎么样呢？孤胆英雄啊！别人在想，这辈子能不能像科比一样有本事？拿自己跟科比比，我挣的钱肯定比他多。我告诉你，沙漠虎的遗产就算找到了，也得全部上缴。你1分都别想拿着。话别说的太早，小心啪啪打脸。这饭怎么一点都不吃？姐，
我给你煲了汤，你要不喝一点？你对爸爸还有印象吗？他凶不凶啊？有。我从出生到92年的时候，都是他陪在我身边的。92年的时候，他出了点事儿，把我送到了江家。但是只要他有机会，就会来看我的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应该是我上大3的时候，校外有一个男生一直在骚扰我。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听说的这件事儿，后来帮我把麻烦解决了。这个爸爸是初2辍学的，文笔不太好，错别字也很多，但是他每次见过你以后都会很开心，很激动，所以他也会写很多很多。这里有302篇，爸爸一共跟你相处了302天。加油！爸爸这些年没时间陪你，怎么，在你心里，不会也是个恶人吧？我争取在金阳大会之前，让你爸爸跟你通一次话，到时候你可以亲口问问他，他是不是那个大恶人。太君，一海到永安路了。把程房和段青找来。是。哎，师傅。周记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姐，已探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娜娜吗？是我，我是爸爸。娜娜，是我，
我是爸爸。娜娜，是我是爸爸。你不是已经被警察抓了吗？怎么跑出来的？警察还说西北狼都死完了呢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了，你还在这儿给我演谍战戏啊，小警官。你是警察呀？沙小飞，你也跟我演戏啊？我帮你找着了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转头就去找警察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我去找警察，我不是找死吗？哎呀，枪叔的事儿，其实我也挺难受的。这个时候你就更不能乱跑了，你万一要是不小心栽在警察的手里，那真的就是要去赔枪叔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合作，不是想要枪吗？仓库就在我手里边，您想要多少？是吗？仓库在什么地方？方便带我去看看吗？去，倒是不远，不方便。这样，我打个电话让金叔给您送来。金叔电话就在我手机里边，还得麻烦你们一下。不用那么小心，我们家能喘气儿的都死绝了。喂，我小飞呀，我在永安路老别墅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人想买咱家的货，赶紧的。哦，我准备一下啊。仓库在你手里？怎么可能？老枪，你又不是不了解，这小飞肯定是遇上麻烦了。金叔，小飞怎么了？你不能不管他呀。你要是不愿意去，我自己去。大汤别烤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去永安路。别跑，孩子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小飞。喂，姐夫，你在汉北吧？我有事要找你聊。我正忙着呢，等我回去吧。我现在必须马上见到你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？我爸、我姐，还有你的那台电脑。给我个地址，我明早就到。好，明天见，我先挂了。师傅，想骂人啊？开始吧。这兔崽子，您这几年惯这孩子惯的可真够可以的啊！他要是再对我这样，您就让我直接……哦，什么意思？您给我交个底。今天这一出都是您安排的。一涵是不太成熟，但我们总得给他机会成长啊。看看这个，这是今天下午1点25收到的。跟上次的不同，这一次
发这个信息的地点是在汉北。刚发信息的时候，这个信号还在新区的朱雀路。往西走了几分钟之后，这个信号就中断了。这不对啊！这第2行里边这是个乱码，这不是林队发的。对，肯定不是林哥发的。您早知道，师哥，这如果林队能回汉北，他不可能不联系你啊。也就是说，上回发信息的人也不是他，是吧？那您安排一涵出去这一趟，跟这个信息也没关系。为什么呀？楚一涵他单独跟他联系，他只对您负责任。楚一涵能不能出去，关键是这条信息是谁发的。很明显啊，你坐下。发这条信息的人是处于老强的对立面。根据以前的阶段来看，这个人没有对楚一涵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。你们看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啊？这条信息不是林科发的，是委托了别人代他发的。因为除了林科，在西北狼的集团内，不可能有人会用这种加密的方法。您是说林科又发展了一个线人？目前来看，还不是敌人。我没那么乐观啊！如果他是个线人，为什么这5年来他都没跟咱们联系过？他现在跟我们联系了，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联系呢？其实5年前在收网的前2天，我收到过一条加密的信息，举报西北狼的藏身地。您怎么不早说呢？闭嘴，听我说完。我给他回复以后，他就没有下文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有搞明白，这条信息是来自林科，还是别人代发的。以后我派人去查。这是一个没有登过记的黑卡，地点是在卡里沙的北部，靠近西北狼犯罪集团的总部。收网以后呢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所以这条信息是不是来自林科，至今还是个谜。所以您就怀疑，那个发短信报警的人，很可能就是5年前的同一个人。只是怀疑。小飞呢？老金，是我找你，先看看货吧。正主不在，看什么货呀？小季，几年不见，不认识你四叔了。四叔？老三死了，现在仓库由我和小飞接管，我们爷俩结盟了。小飞呢？怎么样，小飞？四叔没骗你吧？任着性子跑，我上哪儿找你们去？你就是龙七，好孩子，让你们受委屈了，四叔替你们出气。老唐，都是些故人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瞎比划什么？
怎么就改不了这个臭毛病？当年抓老枪，你也是这么拿枪对着我。上一代人血的教训，你们一点都没吸取。说起来，臭毛病，赶紧送医院吧，别落下病根儿。明天晚上再来，四叔亲自为你下厨。小飞吧，哎呦，长这么大了，不会不认识你四叔了吧？你爸是我举报的，是老金出卖了他吗？别怪老金。老金之所以告诉我你爸的藏身地点，是想让我去救他。看，多仗义呀！我知道你不喜欢老金，但是我曾经问过他，如果你和他杀一个留一个的话，他怎么选择？你猜他怎么说？说留你。仁义啊，孩子。你别告诉他这个事儿啊，否则的话，我就不会留你了。另外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跟龙七应该很熟吧？龙七的真名叫楚一涵，是个警察，也就是你七姑的儿子。这样吧，你去想办法把他给我请来，让他们母子团聚吧。七姑还活着？谁告诉你七姑死了？你女朋友现在是在永安路老别墅藏着吧？去吧，把龙七给我找来。女朋友，我先替你照顾。小飞，不管你们这对养父子感情是深是浅，我想你应该是会恨我的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爸爸的死是罪有应得。所以我劝你，节哀顺变，想开点儿。想多了。还记得妮妮妹妹吗？小时候总跟你一起玩的那个漂亮的小公主，如果活着，应该大学都毕业了。因为她爸爸真坏呀，背叛整个集团，想要造反，被你妈妈揭露了。为了抓他，我先把他灌晕了，关在地下室。可是我错了，我没想到居然他的命对他都不构成威胁。我也没想到他会对妮妮下手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在他放了他之前，悄悄地给他打了2针，0.4克的海洛因。我制毒27年，严禁手下人沾毒。可是千算万算，没算自己的女儿。妮妮是个胆小的孩子，她没法告诉我。一直到前年11月9号，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她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开天窗。”开天窗，娘！什么叫开天窗？
动脉注射。他挖了我身上最疼的一块肉啊，小飞啊！我要报复，合情合理吧？老枪已经死了，我也是来寻死的，没想到吧？来，孩子，你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有一天我无路可退，我选择和他一样的方式去死去陪他。如果你想给你爹报仇，往这儿扎，我不会还手，也不会让他们动手。子说，何必？好，接下来就简单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忘了旧怨，咱们仨一起干一件大事儿，有意义的事儿。哎，子说，我先声明，仓库是我的。我从来不会抢小朋友的东西的，但是沙漠虎的遗产在古木兰那儿，记住，你爸爸、妈妈还有我，对于集团来说，功劳苦劳都不小，所以咱们仨有资格分这块蛋糕。你们俩的那份儿，我来替你们拿。咱们仨的合作关系不讲感情，就是利益，怎么样？很完美的合作关系吧。好消息是，古木兰知道你手上的仓库，我了解他，迷信而又克制。他手上要是没东西的话，不会贸然回国的。你手上的仓库，就是和他谈判的筹码。我知道。我会去跟他谈的。你的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这个中间商挣点差价呗？我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办法。你们有什么办法？找周记？哈哈哈哈！刚才那幕你们刚刚经历过，有用吗？他会听你的。如果说现在周记拿着这个玩意儿，狠狠地攮进你的脖子，还有残留，你能不妥协吗？你把他吓坏了，可就没得谈了。好，来吧，咱们重新认识一下。鄙人姓裴，裴淫，淫荡的淫。我妈呢？事情得一件一件的说。我先验明正身吧。告诉我，你的星座？处女座。不对，重说。天蝎。生日？96年10月。生日？31号。几点几分？问这干嘛？我给你算命。晚上9点10分。老金给我算了一命，说我今年有一段父子孽缘，对方是金命、辛金、身强、金银、珠玉，性地虚灵，气禀晶莹，果儿温润而清。说人话！我妈在哪儿？别急嘛，孩子，命难改，运可变，
简单点说，孩子，叫我一声干爹，替我挡住这段孽缘。叫不了。看来我们是真的有缘呐。